位朋友，对于郑丽文这次的访美呢，我是不看好的，对吧？我给大家说过，如果郑丽文不能确定和美国的政府高层见面，你比如说能见到川普啊，或者是卢比奥之类的呀，那就干脆不要来美国，不然的话你这个访问的规格还不如卢秀燕呢那回去以后，那你这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所以呢，我是不赞成他来美国的，对吧？那么现在看来呢，我的担心成真了。郑丽文来到美国以后呢，基本上没有见到美国的高层官员，只是跟一些智库做了座谈，和一些华侨举办了几场宴会。而且呢，在纽约举办宴会的时候，还碰到了台独的捣乱郑丽文在美国发表了这个看法，说在台湾要通过和平统一的公投是很困难的，就是连和平统一的公投那肯定都举行不下去。而台湾的行政机构的秘书长今天也表示说，维持现状不仅是民进党执政以来的重点，也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期盼还是共识。郑丽文一方面说和平统一很难，一方面又说反对武力改变现状，这不就等于堵死统一之路了呢？对吧？和统你不要，武统你反对，那郑丽文到底要什么呢？民进党口中的维持现状是台独的另一个话术而已啊。那郑丽文和这个台独有什么区别呢？郑丽文他说，改善两岸关系与强化防务不冲突。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会放弃自身嚇阻能力，国民党并不反对无人机等防卫性的投资。那么郑丽文口中的嚇阻对象是指谁呢？嚇阻能力又代表什么呢？换成大白话就是以武拒统嘛，是吧？郑丽文此前也多次表示过，此前岛内抛出两只脚理论，一只脚是强大的自我防卫理论能力，另一只脚是改善两岸关系。不管是国民党的以武拒统还是民进党的以武谋独，本质上都是台独，对不对啊，朋友们？所以说郑丽文这一次在美国的这些表态，大陆肯定是不满意的，而台独呢也不满意呀。你看看人家卢秀燕在这个欧洲，她明摆着跟郑丽文打擂台。郑丽文来了美国了，人家马上安排去欧洲。郑丽文一个美国的官员没见到，卢秀燕到了欧洲以后，跑到了德国的国会，还见到了什么友台小组的台独组织，跟那个好几个城市的市长都在合影。这不明显这跟郑丽文这是在唱对台戏吗？在打擂台吗？对不对啊，朋友们？所以说你说我担心的是不是今天完全都实现了呀？而且郑丽文来美国灰头土脸，在这个纽约的餐馆还被台独给找上门去了。台独拿着那个投影仪还投影出讽刺郑丽文的画面，他就在里边吃饭，这帮人就在外边闹。我们欢迎郑丽文主席。Oh my god. Oh hell no, man. What the fuck, man? 哎呀，这一次你看，可以说我所担心的全部都实现了。来美国遭受了冷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给大伙分析过来，因为美国的这些反华的政客都是民进党的台独的资金养着的呀。你郑丽文来了以后，人家谁会见你啊？你自己又没有能力说这个见到川普或者是卢比奥，对吧？那你来美国这一趟，
来干嘛了呀？来丢人了呀。所以说你看我的担心啊，兄弟们，这次可以说是访美啊，是里外不是人，大陆也不满意，台独不满意，然后国民党内部也是，你看卢秀燕倒是满意了。海峡两岸都不希望他去美国，可他就是不听劝，非要去。结果呢，到了美国，现实给了他清醒的一巴掌。出发前多少人劝他，两岸多少人摇头，他偏不信，以为自己是台湾之光，以为华盛顿会为他铺红毯。他拖着行李箱登机的时候，岛内有人叹气，大陆这边也有人摇头，大家都说这个时候去美国不是去交流，是去碰钉子。可他偏要闯一闯，觉得美国会给他高规格接待，会给他站台撑腰，会让他在镜头前风光无限。结果呢，白宫的门他没摸到，国务院的会客室他没进去，那些他以为会排队等他的参议员一个都没出现。全程最大的一场活动是在某个智库的地下会议室里，跟几个年轻研究员聊了不到1小时，聊完各回各家，没有人送行，没有记者追问，连一张像样的合影都没拍成。孟子离楼上有言，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。他以为去美国是为国争光，可在美国人眼里，他只是一个可以被利用也可以随时丢弃的棋子。棋子不需要被尊重，只需要被使用。可他连被使用的资格都没捞到，人家连棋子都嫌他不够顺手。他把自己当贵宾，人家把他当空气，这叫自侮。来，咱们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第一笔账叫接待规格。他出发前，团队向媒体吹风，说可能拜会白宫官员，可能见到某位重量级参议员。结果呢，白宫的门他摸到了吗？没有。国务院的会客室他进去了吗？没有。他见到的最高级别大概就是某个国会办公室的助理，连参议员本人都没空见他。全程最大的一场活动是跟几个智库研究员在会议室里聊了1个小时，聊的还是些不痛不痒的台海和平。聊完各回各家，他带着团队飞越太平洋，花着纳税人的钱，换来的就是几张毫无价值的合影。这些照片他回岛内敢拿出来吹吗？史记或者列传里有一句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美国接待他不是因为他重要，是因为他的头衔还有那么一点点利用价值。可他的利用价值有多大？民进党在台上，美国要跟他打交道，他在演，美国只需要他不捣乱，他连捣乱的资格都没有，人家凭什么给他高规格？这笔账他出发前没算过吗？第二笔账叫自掏腰包。他以为这趟行程有人买单，机票自己出，酒店自己付，车马费自己掏，他带去的那些随行人员吃喝拉撒全是岛内纳税人的钱。结果呢，花了几百万新台币换回来一堆废话，几句客套话，一份共同声明，那声明里连台湾2个字都不敢写，只敢写我们支持台海和平。什么叫台海和平？就是美国的标准答案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既不支持他，也不得罪大陆。他拿着这种毫无约束力的废纸回来，好意思跟选民交代吗？那些当初劝他别去的人，看到他这副模样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荀子修身里有一句话，是是非非谓之知，非是是非谓之愚。他以为去美国是拓展国际空间，可他的国际空间早就被民进党折腾的只剩一口气。他在岛内都站不稳，还想去美国刷存在感，这叫非是是非，把不可能的事当成可能，把赔本的事当成光荣。这不是智慧，是愚。第三笔账叫回来怎么交代？他在美国说了什么？有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？没有。有没有说反对台独？也没有。他只敢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车轱辘话，两边不得罪。可结果就是两边都得罪了。大陆觉得他不够统，岛内绿营骂他舔中，蓝营支持者嫌他亲美。他说他去美国是为了平衡，可平衡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靠。他这趟美国之行不但没给自己加分，反而把两边都得罪了。回来之后，他拿什么面对那些当初劝他别去的人？这趟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他认清了现实。他以为自己是贵宾，其实连站票都没买到。他以为美国会给他撑腰，结果人家连腰都懒得直。他以为他很重要，可他走后，华盛顿没人记得他来过。那些在镜头前微笑握手的照片，第二天就被扔进了垃圾箱。那些他以为深入交流的话题，在别人的备忘录里只占了半页纸。道德经第64章有一句，岂安易持，岂未兆一谋。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，他本可以听劝，留在岛内好好处理时政，可他偏要未兆的时候往外跑，以为能抓住什么机会。结果呢？机会没抓住，把底裤都赔进去了。下次还有人劝他，他会听吗？
他不是第一个去美国刷存在感的岛内政治人物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但他的这趟行程会成为后来者的反面教材，去之前有多高调，回来之后就有多尴尬。那句不听劝，其实说的是他自己。他心里清楚去美国不会有好结果，可他偏要去。这不是自不量力，这是自取其辱。你觉得下一个不听劝的人会是谁？欢迎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。所以说郑丽文这一次来美国呢，是租借照镜子，两面不识人呐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我当初的担心，那是完全都应验了吧，各位。点个订阅吧，咱们下集再聊。